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张琪，今年22岁，然后我是一个东北人，现在在天津。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什么？我希望可以和对方列一个美食清单。14号。你好，男嘉宾。我有列一个美食清单，是我吃过的一些美食啊，就是这一些。但是还有很多美食我还没有吃过。等会儿那个画红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画红线的都是我吃过的。哦。泡萝卜你也没吃过？泡萝卜。桂林米粉你也没吃过？你是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连。我没有吃过正宗的嘛。我就盯着你没吃过的吃，我告诉你哪几个好啊？桂林米粉还可以的，炒河粉也好吃的。好。福鼎肉片很有名。是什么？我也没吃过。福鼎肉片就在福建那个地方。女嘉宾，我觉得那个烤冷面可以。因为我是东北的，我们那边就是烤冷面做的比较好吃。是的，是的，我知道东北的烤冷面是比较好吃的。对，我也挺喜欢。孟子涵。你好，男嘉宾，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规划的这个美食清单，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旅行，然后我会去各个当地去吃那种他们的特产，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美食，然后我也会去打卡拍照。对，就是我也比较喜欢旅行。在旅行之前，我会做一些攻略，把就是打卡的地儿、吃的还有玩的都会记在备忘录里。所以说，出去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规划美食。对对对，还有就是玩的地儿都会规划一下。我也是这样的。第二个诉求。我不希望对方在我炒菜的时候和我讲话。21号。男嘉宾你好，不希望对方在炒菜的时候跟你说话，是不想让对方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打扰你吗？不是，因为就是炒菜的时候他会开着油烟机嘛，然后就是声音比较大，容易听不见，然后还得就是扯着嗓子喊。对呀。我也是，我不喜欢别人在我化妆的时候打扰我。我觉得化妆的时候打扰我就是在催我，然后我越化越急，越化越急，然后我就不想化了，都不想出门了那种。对，然后也可能会打扰到你的思绪，就是你把下一步弄错了。对对。我记得我有一次炒菜的时候，我奶奶在我旁边就一直跟我讲话，然后结果盐当成糖了，结果炒出那个菜变成咸菜了，变成咸菜了。这是你做的吗？这是男嘉宾的手艺。对对对，这是我做的。哇，好厉害哦！我想问问，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是烤鱼。哦，这是鱼啊？对对对。哦。然后这个是东北的肘子。哦，捞面不见面，烤鱼不见鱼啊，但是有一种神秘感和那种挖掘感。其实刚才他说的不喜欢在炒菜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话，这属于生活常识啊。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延伸一下，我不喜欢在吹头发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话，因为废话你听不见。我不喜欢在我用吸尘器拖地的时候跟我说话，你也是听不见，对吧？啊，孟老师应该不会有吹头发。我主要是吹头发。22号。大家好，我叫王子月，是22号女生，来自河南省洛阳市，然后现在在南京当音乐老师。然后今年我23岁，
现在已经是我单身的第23年了。我希望能够在《非诚勿扰》上找到一个真正喜欢我、欣赏我的男嘉宾。谢谢大家。然后男嘉宾，你刚才说你做饭的时候害怕那个抽烟机特别大，声音大，然后听不到女生说话。没关系，我嗓门大，你能听见。漂亮。好，我们来看片子。青春献给了土地，发型输给了安全帽，肤色败给了骄阳。我是张琪，目前是建筑工地的一名技术员，大学学的是工程管理，毕业后就下工地了。最开始知道工地苦，想着男子汉大丈夫，啥苦不能吃。但来工地的第一刻，我就懵了，原来洗澡是可以不用沐浴露的，睡觉是可以睡10人间的，放假是按天气来的，人类的分分钟就能睡着的。虽然条件艰苦，但工地上的氛围很好，让我也变成了一个热心肠小伙。食物总是和大家分享，不是分内的工作我也会帮忙。除了这些，我还特别喜欢给工友拍照，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生活，为了家庭来工地里打拼。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技能，更是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今年22岁，时常感觉同龄的朋友就像小孩一样。虽然爸妈因为工作缺席了我童年大部分的时光，但我依然很爱他们，因为离开家也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就像我的这群工友一样。虽然有些人觉得小孩不用懂事的太早，但我觉得懂事早也挺好的。从大学起，我就没找家里要过1分钱，摆过地摊，卖过气球，干过销售。我庆幸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吃过苦，所以懂得长久的幸福都是节制的，有计划的。闲下来给家人做一顿饭，主动张罗兄弟们去一起打个台球，存下一笔笔给未来的存款，都是最珍贵、最实在的幸福。我是一个主动社交的人，几天没和我的兄弟们联系，我就会给他们打视频。谈恋爱的话，我也会主动联系我的女朋友。我对自己很有信心，也感觉未来充满希望。希望未来的你也对明天充满期待。我看到他在工地上跟工友们的关系就非常融洽，那个氛围也很好。对，我觉得也挺好。虽然工地比较苦、比较累，但是那个氛围真的很好。我觉得在工地里面的人都是非常的质朴。我在 VCR 里看到他讲到2个点，一个是他觉得在工地上很踏实，第二个我看到你说好像你小的时候父母也在外面工作，很少陪伴。对，我父母在我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天津，然后我就是听我父亲说，他刚来这边的时候，去工地给人家搬砖、抬钢筋什么的，然后反正就吃了很多苦。我也想像我父亲一样学习，我觉得我也应该那样做，就是也感受一下子父亲的不容易吧。17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看了你的 VCR， 频繁的提到了“懂事”这个2个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感情中，你是希望找一个就是比较懂事、照顾你的，还是说你能够更包容，然后更能就是成熟去包容对方的呢？哎，你稍微想一想再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好会很惨。就是我觉得嘛，男生嘛就要大度一点，女孩子嘛就是需要被男生照顾、包容的更多一些，男生还是要付出更多的多一些。好，谢谢。1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VCR里提到说你是一个特别喜欢主动社交的人，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我就是那种社交很被动的人，就可能在朋友圈里我给他点个赞就是我最大的主动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能跟你这样的人当朋友或者当男朋友还挺好的，
7号。大家好，我是秦佳一，目前的工作是总经理助理，在河南郑州。男嘉宾，如果没有及时回复你的信息，你会怎么处理呀？对于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就是如果没及时回复我的信息，我觉得，只要您告诉我，干嘛去了就可以。哦，好的，谢谢。刚才片子里边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他觉得长久的幸福都是需要有节制的。我觉得在这个岁数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挺不容易的。这一定和他的家庭背景、他成长的环境有关。我想问一下，女生对这句话，你们的看法？4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你 VCR， 我是非常欣赏你这种独立然后吃苦耐劳的性格。然后你刚刚说长久的幸福需要节制，我一直觉得爱是节制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去爱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想着对对方付出，然后为对方去考虑，而不是去一味的去索取。对对对，就是双向奔赴嘛。然后，但是男生就是也应该付出的多一点。2号。我就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节制”这个词、克制这个词会跟自由有一些冲突。但是我的人生信条其实跟您的有点相似，跟男嘉宾有点像，叫自律给我自由。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更加的用心、努力、踏实，然后后续我才有，比如说资金自由或者说时间自由。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说的挺好。对对对，我也挺赞同这个看法。我觉得就是长久的幸福，如果在于节制，可能在我们表面上会听起来是自己愿望的一种克制，但是在我看来，其实长久的幸福在于真正尊重自己，就是不是说要去克制我的欲望，而是应该反而去尊重我的欲望的那些正面的地方。就是我们想努力，我们想奋斗，我们想要更好的幸福，是要去尊重自己的这种良性的欲望的。形成了这种念头观念的人，他一定会知道一件事情：所有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都是稀缺的。举个例子，在我的童年，小时候吃到一颗糖，糖是好东西啊，不是天天都有的，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所以当有了一把糖的时候，我就要知道，哎，我今天只能吃1颗，我这一把糖我可以吃10天半个月。一定是他觉得美好都是稀缺的，他就知道节制。下一条片子。吃多了生活的苦，在恋爱中就想多给他一点甜蜜。第一段恋爱我特别宠他，7夕、520、521、100天、300天，我都会给他准备礼物。奶茶的第一口会给他喝，西瓜的中间那勺要给他吃。但直到有一次，路上我碰到了我同班的女同学，仅仅是打了个招呼。这是谁呀？你和他很熟吗？这我同班同学啊，不就打个招呼吗？后面只能买东西给他吃，哄他开心，给他道歉。你是不是心虚了？跟我道歉了？这段感情让我认识到，不能随便就道歉，正确的事情还是要坚持自己，找机会再做解释。第二段是失而复得的一段感情，之前因为长得胖而自卑，拒绝了他的表白，没想到许多年后的重逢，见到他心跳依然是砰砰跳。我们在一起感受到了失而复得的美好，但最后还是因为异地，让我们产生了隔阂。为了让他有更多的安全感，我一直保持着报备的习惯，但他经常聊着聊着就消失了。有时候小的争吵也会选择冷战的方式去对待。希望你不要总是聊着聊着就突然的消失了。我觉得男生在恋爱中也是需要安全感的。在未来的感情里，我希望和另一半能有良好的沟通，共同奔赴理想的未来。11号。大家好，我叫王梦瑶，来自河南许昌。我是一名国企员工，然后我的兴趣爱好可能也比较小众，我喜欢美人鱼潜水和在家画油画棒。我希望找到一个就是他可以处理好我和男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比较有责任感的这样的一个男生。然后我想问你的是，
刚刚那个 VCR 中说你会给女朋友喝第一口奶茶呀，然后吃第一口蛋糕，这样的一些小细节，你会希望她也对你这样做吗？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吧，因为就是应该男朋友为女朋友去做。24号。男嘉宾你好，你说了你为了让女朋友就有更多的安全感，你养成了报备的习惯，所以你希望你的女朋友也是就是向你报备，所以你觉得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怎么安排？是大多数时间黏在一起呢，还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啊？没有，就是两个人该忙工作的时候，该忙别的事情就去忙。我说的这个报备就是干什么事之前就是告诉一声，不是莫名的失踪了。你说完上一句话，然后我再给你发下一句话的时候，就很久就是没回，不知道你去干嘛去了，就是这种。哦，我就喜欢给女朋友报备，比如说我去和朋友打台球，我就会告诉她一声。你怎么告诉呢？我想听一听。就是录个小视频，或者是给发个视频，就是给她安全感。你那个第二段，你说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胖，你当时很胖吗？对，当时比较胖。比较胖是多胖？190斤好像。190啊。对。哦。你们在过去的情感经历当中，有没有哪些一个阶段，因为什么自卑过？4号。我在谈我第一任男朋友的时候，当时他跟我的分手理由是觉得我太土了，配不上他。然后后来就我去改变自己的形象啊，然后去学习了一下穿搭，后来我成了他高攀不起的女人了。2号。其实我就是之前自卑的原因跟男嘉宾就是对待另一半的方式有点像，就是特别的卑微。他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嘛，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学会了，如果我在这个人面前就是卑微到尘埃里面，那其实说明这个人他不适合我。我要调整我的心态，其实才能跟他更好的在一起。也送给男嘉宾，就是不要一味的求成。包括你刚刚有说了一句说，你的错也是我的错这样子的。你明明在 VCR 里面有说到你要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假如两个人真的是吵架了，我不太喜欢冷战嘛，我就喜欢两个人去沟通，我有点愿意给他讲讲道理啥的那种的。孟子涵。男嘉宾你好，你说你吵架的时候会讲道理，那我也会讲道理，就是我们两个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那你会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去吃面，我吃到了一家不太好吃的面馆，我想去跟这个老板去给他提意见，但是你不会这样觉得，你会觉得哎呀他不好吃，有他的道理，你就不要跟他说了呀。我们两个人现在观点就不一样，你会怎么解决呢？就是我感觉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同嘛，还是多理解一下老板为对，什么这么多理解多包容一下。我来挑几个女生问一下，刚才那一幕如果出现了，你们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24号。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我来挑几个女生问一下，刚才那一幕如果出现了，你们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24号。我觉得他就作为一个跟我平等的人，就我尊重你，你觉得不好你就去跟他提就好了。15号。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男朋友说好，你先在这儿，我帮你去跟老板说这家面不好吃。11号。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希望问题发生的时候，你首先是站在我这边支持我说好，你可以去跟老板讲。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老板做生意也很不容易啊，怎么样？你可以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去跟老板调侃一下。然后我也不会生气，我反而会觉得，哎，你也很理解别人，很善解人意这样子。最后，李慧慧。还有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是很管用的，直接跟我说一句“走，我带你去吃更好吃的”，不就很好解决了吗？4个女生说了4种方式，你自己的性格倾向于哪一种？倾向于8号女嘉宾说的那种。陈明，这样发生在你和你太太之间，你会最本能的做法是？
第一件事肯定是我先去跟老板说，你请留步啊、我就去了。完了之后，等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是我老婆的情绪啊等等，这已经翻篇了之后，我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2种思维方式背后的那种起点在哪儿，动机在哪儿，根源动机在哪儿。其实就跟刚才我们听到的4类也一样，这体现出了4种不同的需求，他们的根源的诉求都是有很大的差别。有的是在乎你支不支持我，有的会在乎这个面到底好不好吃。有的会在乎你有没有尊重你的感受，我要尊重我的感受，我们边界要更清晰。所以这里没有对错和高下之分。黄澜，你希望怎么样？我听的那4种说法，我觉得其实看似不同，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于你要承认这个我不喜欢这碗面的事实。我一直在想这个男嘉宾，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踏实、肯干、懂事等等的。但是有一点，我会觉得你对自己的感受不是那么尊重。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一直都觉得幸福不是节制来的，幸福是来尊重的。我在想，男嘉宾以后离开这个舞台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一场恋爱。如果有一天和他的女朋友去一家面馆吃面，突然女孩说：“呀，这家面好难吃啊！”我要是他，我脑子里边1秒钟就会想起在《非诚勿扰》上经历的事，我脑子里边会把那4个女生说的话唰全脑子里全过一遍。很遗憾，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头，感谢那是你。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各位观众好，各位老师好。我叫陈肖俊，今年36岁，来自南京。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的伴侣能跟我每一年都去学一个新的技能。比如一下呢？你最近学会的技能是？去年学会了一个飞盘，前年去学了一个滑雪，可能未来我想去学一个冲浪，或者是攀岩，类似这样的一些运动。哦，来，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想要学的技能或刚刚学的技能。3号。你好，男嘉宾我最近也在学滑雪，然后我刚学会前刃。片你也是学的单板嘛？对。你滑到什么程度了？其实我学的还不是太深，我大概能上到一个中级的赛道现在。哦，那你比我厉害，而且我觉得情侣如果2个一起雪季去滑雪的话，挺好的。我特别喜欢新疆，就阿勒泰那边滑雪，那个雪特别好，我之前去过一次。那边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只能上初级赛道。初级赛道慢慢就练好就可以了。好的。上什么赛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平安回来。我高级赛道我都上过，就是没有平安回来。21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这样会不会学而不精啊？而且每年学一项，我可不可以认为你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这个东西其实内心里面也想过，就是每一年学一项新的技能，会不会觉得，哎，这个技能还没有学的特别精，就去学新的技能了？但是其实有很多技能它是相通的，比如说我学了滑雪，我想去学冲浪，那冲浪里面可能会跟滑雪单板的话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我们去学的时候可能就是融入在一起，而且我最重要的是能够去体会新的生活。哦。第2个。我不希望
我的另一半去整理我的东西。什么东西？比如说房间里面我放好的一些东西，我可以去整理对方的。他想整理他的，他不想他来整理自己的。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块整理方面的家务，你希望自己来承担，对，不用对方来插手了。对，做家务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沉浸感。其实这里面就是要区分一下，是他是不喜欢对方碰他的东西，把他东西搞乱，还是说他就喜欢这个整理的这个工作，不希望别人来分享他的热爱？倒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平时工作有些器材嘛，会堆放好，我怕会搞乱，找不到。那他也喜欢整理他的，不想你来碰，你会可不可以介意吗？当然也可以，当然我会帮他多做一点。他不想别人来把他的事儿搞乱，但是呢，你不能剥夺我搞乱你的权利。24号。我也不喜欢别人来整理我的东西，就我妈妈，就她帮我整理了东西之后，我就找不到了，因为我自己脑子里有个地图，哪怕这里很乱，但是我大概知道我的东西是放在哪里的，但人家帮我整理了之后，我就不知道在哪儿了。所以你也是这样吗？你这样说的话，确实是有一点这种同感，但是我会先了解好你放在哪里，然后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帮你整理好。你知道这里边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吗？因为这些东西是我经常要用的，它属于我的日常。如果我把这个日常交付给你了，这就导致了，如果哪天你不在的时候，我找不到，我必须问你，因为都是你整理的。如果你不在，我就生活不能自理。他不想让自己对另外一方有这么高度的依赖，但是呢，我倒是希望你离不开我比较好。对。14号。你好，男嘉宾。如果我帮你按照你的生活习惯整理了你的东西，你会介意吗？你会觉得我介入了你的生活吗？那倒不会。就是大家如果是在一起的话，很多东西都是沟通过的嘛，所以大家一起去整理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一种两个人之间的互相一些交流嘛，会去了解对方一些，比如说你平时衣服可能有脏啊、有破的地方，我会及时发现，说不定我去帮你整理的时候，给你一个小的惊喜，去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给你呢，对不对？这样挺好的。是的，是的，谢谢。看片子。所谓喜欢，就是不管多难，都要勇往直前。我叫陈肖俊，一名和光影打交道21年的摄影师。15岁的夏天，我第一次接触相机，从来没有对一件事情这么痴迷。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梦想，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很快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绝对不允许你以后做摄影师。你要找份稳定的工作。高考、读研、工作，每一次反抗都无济于事。这一次，我想做真正喜欢的事情，我裸辞创业了，跟我爸妈保证，1年后如果失败，从此就听从他们的安排。我当时拿出了所有的积蓄，找了一间只有70平方的小房间，注册公司，添置器材，布置道具，拍摄样片，摸索了一个经营模式，一个人搭建了整个工作室。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我内心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满足感。2年后，工作室从最初的70平扩展到了600平，到现在的1000平，从一个人变成了一整个团队，有了更多的创作空间，也渐渐找到了工作室的风格。现在给各大知名品牌拍摄广告、人像，作品被投放到了各个大型商场。当有作品证明我的努力并不是徒劳无功时，我也得到了父母的认可。我妈现在看到我拍的照片，她都会拍下来给她朋友炫耀一下，她挺自豪的。将喜欢的事情变成了热爱的职业，也因为摄影，高中时候买了一些唱片学习构图，从中发现了音乐的新世界，至今收藏了300多张唱片，还在各个城市淘了20多部胶片相机。每一张唱片，每一部相机，都留下独特的记忆和感受。我更喜欢让循规蹈矩的人生充满挑战，不工作时带上相机，探寻在不同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我曾经潜入菲律宾薄荷岛的海底，登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纳木错，短暂的从城市逃离到旷野，
关掉手机，沿途的艰辛会放大对自然力量的感知，抵达未知的广阔。未来的人生，希望和他一起探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所有不该一个人来的遗憾变成2个人的美好。家里边一开始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他们当时觉得做摄影它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你可能去学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6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的工作性质和你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我自己也开了一个汉服的那个体验馆和那种写真的。我和你也是遇到了就是同样的情况，他们会不理解，会一直想要我找个稳定的工作，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我目前来说还没有您优秀。能得到父母完完全全的肯定吧，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也是我之后未来努力的目标，想成为我父母的骄傲，也把我的工作室就是能做好。谢谢谢谢。我想跟你们分享，我前几天拍另外一个片子，认识一个女孩，她叫安九，她是一个92年的一个女生。他是个摄影师，他拍星空，他说的几个器材是我完全不懂的，我至今都复述不出来那个叫什么。他在英国格林威治领了一个专门拍摄星空的这么一个大奖。我说你们团队有？他说我没有团队。然后我说你能挣多少钱呢？他说挣不了多少钱，只够他自己生活和买到下一个国家去的机票。他拍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宇宙的变化，比如说极光，比如说星云等等等等，有那种特别美、特别壮观的天象，他就会追到那里去。他热爱的是星空，他就去追逐它。大概未来他一辈子都会做这个事情。他让我看到了2个词，一个是热爱，一个是自由。除去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不再孤单。他活成了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最向往、最羡慕的那个样子，而我自己想想我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能力，最可怕的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勇气，这才是我羡慕他的地方。我刚看了那个照片以后，当我们的未来发展的选择和我们的父母的意愿不相同的时候，我们父母其实会看到所谓这个职业的有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跟父母做沟通的时候，你要展现出那些正面的，就你要让他看见你对这个事情愿意投入多少，付出多少，你获得了多大的快乐，从而用这种方法去影响父母对你的决定的支持。对，其实我父母看到我拍了很多照片嘛，可能会最近也会在南京的一些商场或者地铁里面会出现，但他们现在就很欣慰，他们会觉得，哎呀，你当初讲的话你兑现了，我们就全力支持你。就是当时他们也会担心你到底能不能成。这种男嘉宾的摄影作品，这个是我拍的一个创作，这叫深海的光，模拟在这个深海里面的鱼群一样，我们去寻找住我们心中的光。就是他们刚刚遇到这个束光照自己眼睛上的时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有故事。对，这个是我们在紫金山山顶拍的，正好在那个最后的10分钟，只有那10分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我们就去追了这束光去拍了。1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一个职业做久了呢，就会或多或少有一点职业病。那你作为摄影师的话，对自己女朋友会不会有一些职业病的要求呢？像类似于我们这样拍摄，其实我们只是针对今天拍摄的这个主题去选择模特，但是跟选择女朋友完全是不一样的。选择女朋友，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更理解我的这个生活的人，更理解我这份职业的人。好的，谢谢。你收集了哪些唱片和相机？我收集了挺多的，有300多张大概。
说2、3个你最喜欢的。有一个王菲的，那个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乘客》，她虽然唱的是好像就是跟她的另一半有一个错过，其实我听来以后呢，会觉得是跟我的摄影的这份缘分有一点错过，因为我小时候是因为我大伯从香港买了一个胶片机回来之后，我特别喜欢，我看了第一次，按了第一次快门之后，那咔嚓声之后，我就已经迷上了。哇哦！我经常会去到国外，或者是有些城市里面，它会有一些跳蚤市场，然后呢，就去淘一些我喜欢的相机。比如说，我有一次是我买了有2台胶片机，然后老板说啊，你买的多，我送你一样东西，这一台 MP3我送给你吧。然后我回去就听，我一听，哎呀，怎么这个人的歌跟我歌单有一半都是重复的？我当时特别欣喜，我觉得是不是遇到世界上另一个我了？因为那个 MP3上面有听的人信息，我就上那个网上去查，真查到这个人名字，然后我就去联系他，然后我们就加了个好友，然后各自在分享自己喜欢的歌，好像大部分都是很相近的，觉得就很有趣。2号。男嘉宾你好，想问个小问题，你会删你跟前女友的合照，或者你给前女友拍的照片吗？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说，他去删一套照片，心里面是会痛的。我有很多客户，我从来没有删过，但是我把那份照片给保留起来、封存起来了，我也不会再去翻。那因为我还比较介意这一点，就只要你就是在跟我在一起的过程中不看那些照片，我觉得是 OK。但是如果你时不时会偷偷的去看一下，那我就不行。这个你放心，肯定看不到。如果你设一个保密的文件夹，然后让你的现女友来设密码，你觉得可以接受吗？就是你想看的时候要问他要密码。哎呀，那一天要那么多次不太合适吧？没有试过，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可行这个方式。那我好奇问朱天真，你那4个 B-boy 的前男友，你的照片都删光了吗？我每次可能半年左右的时候，我才会就是下决心把这些所有的照片删掉。我还好奇问一个问题，在我们处理跟前任的这些所有的照片回忆当中，会不会有些回忆还是蛮美好的呢？我觉得会留在我脑子里。就是其实因为我现在还是会兼职做街舞教练嘛，然后我会经常跟我的前男友们打照面，然后我们现在见面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很自然的关系，就释怀了。看下一个。在感情中，3观不同的2个人很难做到同频共振。第一段感情，大学毕业后遇到了他，在恋爱中，我经常会给他制造一些浪漫惊喜。他很喜欢日落，那时候也没有现在卖的日落灯，我用了很多不同的灯，打出了日落的氛围。他看到后特别开心。在一起的第2年，我就向他提出了结婚的想法，但他却开始拿我跟别人比较。你看，我姐夫又升职了，你要是有他1半厉害就好喽。你看我姐夫工作也比你好，工作能力也比你强，你呢？其实当时我也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和他姐夫比起来确实有一些差距。我也向他保证，再过2年一定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坚决分手。你这辈子都比不上我姐夫。这句话一直刺激我。分手后我就更努力工作，拼命想做好每一件事，不想再被人拿去做比较。第2段感情，他是一个非常相信眼缘的人，第一眼喜欢的人就会马上提出先在一起，然后再慢慢磨合。在我们慢慢磨合的过程中，我也会尽力为他做出改变。不会做饭我也可以学，他觉得我胖，我会立马减肥，但是他偶尔也会向我提出一些物质上的要求。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其实我会尽力去满足我的女朋友的，但是呢，我确实不太能接受这种张口就要的行为。在一起1个月后，我父亲突然生病住院，那个时候我的情绪非常崩溃。在他知道后的第2天就提出了分手。情感冲动让我们快速的确立了关系，但在相互了解后暴露了很多弊端，让我们很难长久的走下去。以后在进入一段新的感情之前，我一定会深入的了解彼此，
希望未来能遇到三观契合的他，携手共度余生。13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第一段感情，怎么会有一个人一直拿一个人去跟你对比？我就憋着等着问这一句。我觉得如果说他偶尔拿好几个人去对比，还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但一直拿一个人，我觉得我理解不了。对呀。应该是他其实接触的生活面也不是很宽，我们两个都是刚刚毕业，他觉得他姐夫还挺不错的，挺行的。看到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太信任你能够走到那一步。可能是在这个家庭中，老是拿姐姐跟妹妹比，对，他跟他姐姐经常对比，所以他就下意识的拿自己男朋友跟姐姐男朋友比。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女生她老跟自己跟姐姐比，所以她想要超越姐姐，就拿她的伴侣和姐姐的伴侣比。对，要赢。对，她是一个这样的逻辑。然后你现在变成你要跟对方姐夫比，还要超越人家什么的。对，就是。对吧？其实是她自己的思想物化了她自己。大家分手以后，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从上一段里边能够比较快的走出来？4号。我记得我有一次分手以后，那次我真的很难过，我就是是不是说你土的那个？是的。啊。因为他说我土嘛，然后我就在家里看什么化妆视频，每天先以泪洗面，哭个2个小时，想象我们的过去。然后我就这么待了1个月之后，某一天我突然觉得走出去了，然后我照到那个太阳，我突然觉得我又行了。24号。就我可能就通过旅游吧，就每天累到就倒头一下就睡了，然后第2天起来，然后又被拉去什么看日出啊，坐热气球，然后被闺蜜拉去，每天就在这种就很紧急的这种日程当中，然后就会忘记就失恋带来的这种。突然有一天想啊，我都分手半年啦，前男友叫什么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我可以分享我一个调节自己的一种方式，我就去紫金山爬山。然后我小时候其实挺畏惧紫金山的，就是我清楚记得我上去之后下来腿就打颤。然后这一次呢，我上去之后下来，我感觉我解压了。然后在1个多月吧，我从我第一次爬山是60分钟，到现在我上去大概25分钟，我就可以冲上山顶了。哇，很快。然后每一次上去之后，我都会觉得我的生活好像又更新了，就是我可以忘记前面一个东西，然后我可以去面对新的未来。8号。我想问一下，如果女朋友和你父母就是意见不统一的话，会产生矛盾，你在中间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处理呢？我觉得先听取大家的意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如果真正是爸爸妈妈出了一些问题，会跟爸妈说一下，这次就妥协一下。如果是女朋友出了问题，也会跟爸妈说，既然她也要成为你以后的女儿，你为什么不能像对你儿子一样去对她一样，就包容一些嘛。最后一个问题，21号。男嘉宾你好，刚你说到那个三观契合，我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三观契合？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三观契合，比如说你们出去吃面，女朋友觉得这个面很难吃，那我们就去吃下一个。不要说这个，我们已经在这个话题送走一个男生了，我不想再送走一个。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节日上面去送礼物的时候，他会知道我这样的礼物我是能满足他的，那差不多是三观契合。他如果提出了一个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出入。谢谢。来，7号，灭灯的原因是
男嘉宾你好，我从你的 VCR 看出来，你说你不喜欢你的女朋友直接索求礼物什么，但是我如果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会告诉你。其实直接是成本最低的沟通方式。对，我就是直接型的。当你抱怨前女友要太多的时候，女生会下意识的想，是不是你给的太少了？但如果你给的少的话，怎么样能够给别人更多的能量？是不是我在其他方面，我除了满足你的礼物需求，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就刚刚陈老师说的，不是女朋友愿意去跟她的姐夫做比较，是你潜意识的价值观内心深处，你也是认同了他的标准，所以你才会把自己去跟姐夫做比较。没错。当你去挣脱那个枷锁的时候，也许你会爱自己更多，也能够给对方更多的爱。谢谢老师。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莫老师好，陈老师、黄老师，你们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元启，今年22岁，是来自浙江杭州的东北人。毛衣暖和吗？哦，挺热的。他还带了一只兔兔。好，喜欢那个小兔子，点睛之笔。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可以和另一半互相制定旅行盲盒计划。你解释一下。打比方，我们一起来到了杭州，第一天由女嘉宾来制定这个行程，然后第二天由我来制定这个行程。第一天完全听你的，第二天完全听我的，然后给对方一个惊喜。19号。你好，男嘉宾，我是比较喜欢这个盲盒计划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来安排旅行的话，可能就是根据我的一些习惯去我喜欢的地方。如果是你来安排的话，我就觉得，可以体验他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体验更多新鲜的事情了。对，这也是我的想法。这个是？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小计划。如果今天有幸跟女嘉宾牵手的话，会带她来浙江杭州，带她体验就是我为她制定的一个小的计划。你是真的很喜欢盲盒啊！你在这个盲盒里面还嵌套了2个盲盒。盲盒套娃。什么叫自制情侣盲盒？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杭州有一家店，它可以定制衣服，比如或者是定制戒指这种，然后为对方做这个礼物。哇哦！对方打开之前并不知道是什么。对。还有点餐盲盒。比如说我们2个人可能点4个菜，然后我为女嘉宾点2道我喜欢的，她为我点2道她喜欢的。这种蛮好。在他所有设置里面，我倒是听到了一个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哈。对。一人一半。6号。男嘉宾你好，到了目的地确实就是人很多，他就是不想排队，就是你怎么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这么多又难排，还不会知道东西好不好吃，那你会改变计划吗？我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让步，会比较考虑女朋友的想法。好，谢谢。第2点，我不希望我的女朋友建议我的生活中充满粉色。你的粉色主要是在哪些地方有粉色呢？我用过粉色的杯子啊，
粉色的充电宝、粉色的衣服啊、粉色的发带、粉色的钥匙扣，然后粉色的本子、粉色的羽毛球拍等等。你们有没有生活中碰到过男生比较喜欢粉色的呀？哎，4号。男嘉宾你好，我之前就特别喜欢给我前男友买粉色的衣服，我觉得猛男就应该穿粉色。我也觉得。哦。在颜色的历史上来讲，粉跟男性的绑定时间远远长过女性。哦。在古希腊的时候，粉色它是流汗的血色，所以它本身是战斗色的一种，它就是猛男的象征。就是网上说的无聊的冷知识又在增长。7号。男嘉宾你好，你喜欢粉色，你会要求对方也穿粉色的衣服吗？这个我不要求，因为每个人有喜好的不同，然后颜色也一样。那比如我们一起去逛街，我看了一条蓝色的裙子，但是它又有粉色，你会让我选择哪一种颜色？我会让你选择你喜欢的，或者2条都买。好，谢谢。好会啊！一个男生敢说我喜欢粉色，其实他很有勇气打破刻板印象。所以我觉得他敢做自己，就可能会允许别人也做他自己。谢谢老师。看片子。嘿，跟我来。曾经的我从不敢在公开场合演讲，偶然硬着头皮参加了一次演讲比赛，让我逐渐打开自己，甚至发现了自己主持的天赋。别看我长得高，但是我体能素质老差了。从2019年第一次尝试跑马拉松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间断过，半马、全马都有参加，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跑马人士了。是19年我在温州跑马拉松，在比赛的前一天我的脚崴了，第2天脚很痛，但是我想来都来了嘛，于是我冒着雨跑完了马拉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学我，因为我跑完之后躺了20多天。我喜欢寻找社群，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索世界。马拉松和 City Walk 让我就此找到了直系朋友。朋友在我这里是不一样的，在我的概念里有直系朋友、旁系朋友、嫡系朋友，甚至还有嫡系朋友。每周末我都会跟直系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甚至还拍摄了自制的综艺，让我的周末不再孤单。虽然在社群中有遇到兴趣爱好、性格都十分契合的女生朋友，但我并不会因此产生与好友恋爱的想法。和朋友恋爱会打破现有朋友圈的平衡，在我这里是绝对不可取的。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去打卡这个城市的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和建筑都是了解城市的窗口，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当地的历史沉淀。跟别人打卡博物馆不同的是，我喜欢看那些特别像表情包的历史文物，每次看到都会回家查阅它的历史资料。平时我也喜欢做一些简单的旅行攻略 PPT， 也乐于给朋友们做推荐。所以未来的恋爱出行计划包在我身上，我已经列好期待的打卡项目，等你一起来体验。9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很好奇你的直系朋友、旁系朋友、嫡系朋友和嫡系朋友你是怎么区分的呢？怎么归类的？在我看来，直系朋友就相当于没有血缘的亲人，是我自己挑选的亲人。共同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会把他认定为直系朋友。那么嫡系朋友呢，就是青梅竹马，从小玩到大的。哦，比如说我父母的儿子，我父母的儿子，啊，不是，我亲戚的儿子。旁系朋友就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的朋友，比如说室友。嫡系朋友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哦，我感觉他在家里边做了好多那个牌子，然后几顿饭吃，我认定你是直系朋友，来给你颁发一个。你有没有给他们颁发这种像奖状一样的东西？我在心里会有给他们颁发。你那4个系的朋友之间的事儿有没有要分享的？
分享一个好了，我跟我杭州的直系朋友们会经常周末在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比如说礼物盲盒，我们会互相送对方礼物，然后不告诉他。还有点外卖盲盒，比如说今天你在上海，我就点上海的外卖给你。我们还自己去做各种的类似于综艺的游戏，剪辑了一个视频。当黑夜遇到黎明，当火焰扑过环岩，城市璀璨的灯火下，破坏王正伺机而动。守护者能否守卫光明？追击战一触即发。难道是他？别跑！这把我赢定了！我就会该死了啊！哎呦，这很抛可爱灭灯是什么意思？很可爱啊！哎，我也想问问孟子涵灭灯的原因。我是平时比较在乎小细节的人，我感觉你的异性朋友有点多，我不能接受。哦，12号灭灯的原因。我灭灯是因为我看到他 VCR 里面说喜欢 City Walk， 我非常讨厌 City Walk。为什么？因为我比较懒。你就讨厌 walk 对吧？对。讨厌一切 move 对吧？对。啊。刚才说到综艺，我们下面来玩个游戏好不好？可以，我今天也带来了3个小游戏，可以跟女嘉宾互动一下。孟老师可以帮我邀请2位女嘉宾吗？2号、10号。你来说这个怎么玩？今天我带了3个小游戏，然后3瓶银鹭花生牛奶底部都会写着游戏的名字。哦，我们女嘉宾随机抽一个吧。加字游戏。来，我来出一个字，会，会不开会的会。开会。对。开会议。开会议吗？你开会议吗？你要开会议吗？你们要开会议吗？你们要开会议了吗？那你们要开会议了吗？我输了，陷入绝境。那我准备一个小才艺吧。好，来，带来一个眉毛卡点舞，就是我的眉毛会单侧和双侧一起往上挑。可爱可爱。还可以啊。好，谢谢2位。11号。你好，男嘉宾，我想问你是怎么定义女朋友，还有就是怎么均衡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在生活中把女朋友和朋友之间还是分得比较开的。我认为很多事情只有跟女朋友才能做，就因为跟女朋友是爱情吧，跟朋友是友情。只有跟女朋友能做，那些直系嫡系是不能做的。对的，我在生活中不会选择跟朋友谈恋爱。5号。你好，男嘉宾，很多恋人也都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呀。这个问题在你这儿是分得很开的，对吗？对的，因为我觉得啊，朋友之间可能一开始我们感情比较好，然后谈恋爱了，可能一开始我们的感情很好，但是如果分手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甚至会打破我们原来这个朋友圈。所以我在我这边，朋友和女朋友之间还是分得比较开的。谢谢，谢谢。就是生活中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在一块儿，年轻人嘛，男男女女都有，朋友带朋友，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没觉得什么，哎，相处几个月、半年下来，突然对其中某一个女生好感就在增加，她对你也开始突然在玩的过程当中嘛，了解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你开始闪光了，就喜欢上了。你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在我身上还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不是你没有发生，你觉得这种事情它属不属于正常的事情，并且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我觉得是很正常，也可以理解。跑马拉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很有挑战。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些年有一些城市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马拉松。对的，举个例子吧，我们东北的马拉松，像哈尔滨马拉松、沈阳马拉松，被号称为42公里流水席。因为马拉松会有补给，然后我们会有东北特色补给，比如说锅包肉啊、
哈尔滨红肠、地三鲜、酸菜馅东北饺子等等。嚯，这谁还跑得动啊？这跑步的目的就是为了吃一下。对，这完全这是个自助餐模式嘛？你看这位大哥已经完全忘了他为什么来了。 23号，大家好，男嘉宾好，我叫赵小媛，今年37岁，是一位单亲妈妈。我从事的是健美健身赛事相关的行业。哇哦！我希望来到这里是找到同频的他。专业人士。我从来不跑步的。对，我的有氧运动是爬楼梯，每天早上已经连续5年，1楼到30楼爬4趟。哦，哇，哇，好漂亮的身材！哇，这肌肉！这是我备赛8个月，第一次登上奥赛中国的舞台。哦，这个厉害。我其实很好奇，就是站在女健美健身运动员来看，比如说跟你同样的实力的这种男健美健身运动员，在你这儿会格外加分吗？如果从专业和工作角度上会加分，如果说是生活上，我没所谓的，不排斥，都 OK， 都 OK。对，但是一定要健身。就是喜欢粉色也可以。对，是。就是每天都吃的棒子不行。哦不对，对不起，不我是。这不合适，老师。报告，我就是那胖子。老师，我申请下回换一个位置，下回我就换到那个地方去，我去1号。我现在也有110斤。你对这个话题会不会有那种特别介意？不会是吧？对对对，就刚才说那个马拉松啊，之前我就跟我有那个跑马拉松的朋友说，你们下回带着我，我就后面跟着，我就每个摊儿我就去吃。吃到最后你们跑完了，咱们一块儿回家。对，就是这种感觉。博物馆那边现在有很多非常时尚的有一些元素。对的，我平常喜欢去博物馆，是因为它可以感受它的城市的历史人文，同时也会有很多比较搞笑可爱的一些藏品。这些都是我在我们的辽宁省博物馆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拍到的一些藏品，然后后面我自己做成了表情包。哦，这个是叫铜奔马，也叫马踏飞燕。这是甘肃的标志，马踏飞燕。这是出土于三星堆的跪拜牛座，然后它是出了3座，这座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哦，这个是出土于东汉时期的说唱那个陶俑，它就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曲艺戏曲的一个文化。我做表情包的时候还会去查阅的一些它的资料，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历史。其实这个说唱俑还有马踏飞燕都是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照片。但是你看换一个视角，就马踏飞燕之前是一个侧拍，就是雄伟壮丽，从正面看它反而萌萌哒。其实它反而赋予了很多流行文化的现代的生命力，青年人更易于接近，然后再来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其实让历史鲜活起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寓教于乐。好，看下一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加上的好友，要怎么才能打开话题呢？干啥呢？那么纠结？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聊呀。来，我来看看。你这样给他发一个。几乎开始的每一条，我们都要讨论好久才发送。多亏了兄弟们，我才能找到舒适的方式开启话题，也在他们的助攻下顺利收获爱情。我认为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朋友们可以提供一些小的建议，比如哪里吃饭，哪里给女孩子拍照比较好看。但是我认为更应该是2个人之间相互沟通、相互表达。我们在一起3年，他很有主见，上进心也很强，但因为身体原因，所以多少会有些情绪焦虑。经常患得患失。当他生活和工作上有一些负面情绪时，
我总是帮她理性分析，但我发现女生更多时候需要的并不是合理的建议，而是单纯的偏爱。可是面临毕业，我开始准备考研，我们的人生规划也因此出现了时间差，两个人都很忙，能陪伴彼此的时间也逐渐减少，甚至只有周末才能见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周末情侣。这样的变化让我们产生隔阂和不理解，最后还是只能以分手告终。现在的我虽然渐渐习惯了独自一人，但也依旧真诚而不失浪漫的期待着遇到那个爱笑的你。希望以后有你的生活温柔有趣，我们一起长长久久的走下去。3号。你好，男嘉宾，我看你微莎说，就是刚开始你不会找女生聊天，要你的那个兄弟团帮你怎么聊嘛？那如果我们线下就约会了，然后你不会跟我聊天怎么办？就很闷的话怎么办？那段时间是因为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比较懵懂。后来我跟我前女友在一起之后，我就比较反感朋友给一些建议，因为我觉得谈恋爱是2个人的事情，不应该有第三者插入进来。然后现在的话，沟通交流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好的，谢谢。14号。你好，男嘉宾。刚刚听到你的 VCR 里提到周末情侣，是只能周末见面是吗？这个是当时我跟我的前女友，我在准备考研，她在准备考编，然后我们每个人在学校里的事情比较多，可能1周只能见1次，甚至1次都见不到，就导致我们有一些矛盾，后面吵架，然后后面就分手了。那如果是异地的话，你觉得应该怎样去维持这个恋爱关系呢？我觉得话，异地只是我们俩一开始的状态。在我们的感情基础越来越好的时候，可能我会让步，或者是你会让步，我们最后还是要在一个城市生活，才能让这个感情维持下去。好的，谢谢。8号。请问一下，如果你们2个是在异地，女朋友就是收入可能没有你高，然后但是她不想离开自己的城市，你会过去吗？如果我的工作允许，我会选择来到她的城市。就是可以去是吗？对的。好，谢谢。17号。你好，男嘉宾，你好。看了你的 VCR， 我想问一下，你在感情中是比较偏粘人类型的吗？有时候挺黏的，有时候没那么黏。就是我不太喜欢粘人类型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女朋友陪伴，我会比较黏一点；有的时候的话，更希望女朋友黏我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都是2个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可以调节的。最后一个问题，2号。男嘉宾你好，就你刚刚提到说，就是你跟女生之间后来因为不停的争吵，然后分手，那具体一般吵架的是哪些内容呢？是因为当时我跟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她之前生过一场重病，后面虽然痊愈了，但是有这个复发的风险，就会经常担心她自己这个身体原因。当时我比较理性，然后会给出一些方法呀、建议啊，比如说我怎么去缓解你的情绪。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女孩子可能要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是我能陪在她身边。所以现在的我不会像之前那么的理性。就是其实大部分是因为他情绪上或者身体上有一些问题，然后导致你们2人之间吵架的是吗？对，主要是因为这方面，他的这个生病对他性格会带来一些很大的影响。现在留灯的是9号。来看一下自推是李元琦的自推女生是9号文佳琪。哇！不会吧？哇！好神奇啊！男生性格活泼开朗，敢于挑战，属于活力型男的类型。感情中看重跟另一半的交流，乐于分享和付出。
女生大方温婉、精致可人、谦逊温暖、善解人意，注重精神交流，喜欢有默契的和谐感情。两个人妇唱妇随，喜欢彼此互诉衷肠，是令人羡慕、细水长流的一对伴侣，供两位参考。而且他还在杭州，他还在杭州。最后一个问题问9号。如果有女嘉宾你来策划我们两个人的旅行，你更期望什么样的旅行？我更期望就是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啊，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的运动啊，这些当地特色的。谢谢女嘉宾。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可以自己走，也可以带9号走。你的决定是？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在不用把你我们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饭后不许别人打扰，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要不然把他们叫回来问一问面条的事儿啊。男生这个最后这个问题一问就知道有戏了，他是在为他的盲盒设置选项。对，因为他要给对方设置接下来杭州一日游的盲盒，你想玩什么？对我觉得是他在问的时候，那个女生的回答合了他的心意。对，就是这个男生上台就在强调怎么玩，然后那个女生说我喜欢新鲜感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俩非常合适，而且走下去的时候还有点小娇羞。好，祝他们幸福。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台上的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焦红天，来自吉林长春，今年30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诉求是？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和我在蹦极的时候，彼此喊出对方的名字。好。你以前蹦过吗？蹦过。经常蹦？经常蹦。你喊了谁的名字？暂时还没有喊。如果我希望以后我的女朋友，我希望能喊到她的名字，我觉得特别的浪漫。4号。那男嘉宾，如果你的女朋友恐高怎么办？不敢去蹦极？你可以不用去陪我蹦，但是你在下面等着就可以了。我喊你名儿，行不行？可以。3号。你好，男嘉宾，就是我平时也会玩过山车嘛，但是当你失重感的时候呢，你第一句话肯定是啊来的，但是我已经给你蹦下去了，然后蹦完了，我已经叫了啊了，没叫你名字的话怎么办？再来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多玩几次嘛，总有一次会叫的。其实他的名字在玩这种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叫出来，他叫焦红天。你受不了的时候，天哪！我的天哪！他就说哎，我的天，在这儿。好，第二个。我不希望女生常常忽视我说的话。
你说的哪些话被忽视过？就是比如我跟他说，我说明天我们两个要一起出去玩儿，我说明天天气应该挺不好的，你应该多穿一点儿。然后第二天他还问我，明天什么天气呀？就感觉完全不把我的话当做一回事儿。哎呀，2号。那个男嘉宾不排除就是你的话，我可能不是忽视，我可能真的记不住，怎么办呢？我会之前跟你确认几次，但是确认几次你还是忘了，那应该想想自己的问题了。孟子涵，就像大家说，我们女孩子记性不会太好，所以你可以在出门前你说，哎，今天有点冷，穿个外套吧，不就可以了吗？好啊，但是不排除有的女生就会去反抗你。15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你好一下，就是对于语言和行为这两个来说，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因为你一直在提醒他，但你没有去做一些实质性的举动。在出门那一刻，你直接把衣服披在我的身上，或者是你备一件衣服放在包里，会不会更好呢？嗯，可以啊，我经常会这么做。是在之前有女朋友的情况下。理解，完全理解啊。哇，哎，你们这样还没看片子的，我们抓紧时间啊，看片子啊。你人生中的执念是什么？我人生最大的执念就是一定要创业到底。我是江宏天，因为向往自由，不喜欢被困在同一个地方，我选择走上创业之路。从家里的物流公司开始做起，积累人脉和资源，遭遇危机，为了不拖累家庭，选择独立出来继续放肆。做商品超市却出师未捷，赶着新媒体的风口去做直播，也没能让我成功。创办了我自己的24小时自助健身馆，从设计到装修都是我亲力亲为。这次逐渐走上正轨。我的创业的确很任性，也经历了很多失败，但年轻就一定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释放出来。别看我现在能说会道，其实我以前是个很内向的孩子，不太敢和别人交流。我有个发小，他就是性格特别好呢，用东北话就是讲就是闯荡，身边的人都会去夸他。然后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天都会带着一个小马扎，去大街上和各式各样的人聊天。渐渐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能说了，也越来越喜欢说话了。身体里东北人的唠嗑血脉逐渐觉醒。现在我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人越多我越兴奋，成了一个真真实实的社交天花板，表现欲特别强。那我在街边看到别人在摆摊唱歌，他摆摊唱歌，他是歌手，但是我会跟他说，我说我给你点钱，能不能让我唱一首？这个改变我变成一个特别想向外去展示的一个人，没必要墨守成规的，偶尔发发疯挺好，挺放松的，挺开心，也变得更加洒脱果断。突然想看日出或者日落了，无论在干什么都会马上出发。希望这样充满活力的我能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带来快乐。为什么你对创业这个事儿有这么大的执念？我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失败过几回？失败过无数次了。无数次。嗯，那看来损失不大。而且持续创业者其实也有2类，有一类是深耕一个赛道，然后我看你的好像跨度是很大，在各个行业当中都有涉及。对。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动机是寻找自己的定位。现在知道了没有？现在也知道了。现在是自己做的健身跟桌球一体。创业的时候，往往就开始，你看他的那个行动轨迹，开始是满足父母的愿望，就是做父母的店。然后之后呢，这个失败以后呢，他就迎合市场需要，叫直播火嘛，他就学直播，找风口。对，他找风口，就是也是在迎合别人。但直到做到这个无人健身房的时候，我觉得是迎合了他自我的需要。是因为他一看就喜欢打桌球。对，他就一看就想没人管自己玩儿。没人管自己玩，对，很好的概括了自助健身房这个经营模式啊。其实这是很多人年轻人创业碰到的事儿。所谓的创业，他们创业的启动资金大多
都是来自于爹妈，所以你们在创业的时候，要不要好好评估一下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做的事情是，你的失败，让你父母去买单，让你父母去承担你选择的那个后果。这个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21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微信里面说你比较内向，然后你比较向往外向的性格，那你对你的另一半是比较喜欢内向还是外向？开朗一点挺好，但是如果要是太向外的话，像我这样也确实是有点过了。9号。大家好，我是9号，我叫许文静，今年23岁，来自江西景德镇，现在是在浙江杭州从事设计师助理的工作。我想知道，我看男嘉宾经常说出去会跟朋友社交之类的，比如说我比较就是不太喜欢跟你一块出去社交的话，那你会怎么处理你朋友跟我之间的关系？无所谓啊，如果你要是不喜欢去社交，我可以在家陪你。我会之前问你，我出去可不可以？你觉得说啊行，那你去吧，或者怎么样？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会问你吃什么，我会把你喜欢吃的都带回来，或者说是说你今天就不想让我出去，那我就不去了呗，反正我时间我都是无所谓。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有人喜欢，就爱各种交往；有人呢不爱出门。像这种爷们儿，他就喜欢各种局，喜欢跟朋友交往。你想想，他有多大概率交往一个女朋友是成天不爱出门的？你想想，比如说你让他偶尔说今天我心情不太好，我不想出门，你在家陪我行不行？偶尔一次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这是常态，这种恋爱关系是很难维持的。一个人天天有局，各种局，一个人就不爱出门，俩人还在谈恋爱，你想想看，真的是不太可能。哎呀，你片子开始讲你在看人家在摊上摆摊唱歌，你给钱，你来唱是吧？对。现在唱一个吗？整一个呗。哎，来，整一个。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谢谢。有女生想唱吗？ 22号好像很会唱哦。哎，来，老师，我这2天感冒了，浅唱一下。好。够呛吧，音乐那么辣，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诱人的关节想要说话。就这样就行了，谢谢大家。哇，就这还是重感冒以后，是学这个专业的还是爱好？对对对，我学这个专业的。哦，难怪。坏了，我本来还想问还有谁，这一唱了，我估计也没谁了吧？好，看下一张。创业可以不断尝试，但感情问题却没法重来。第一段感情是异地恋，因为距离见面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一有时间我就会去他的城市看他，但他还会因为他的异性朋友而爽约。就算是见面，我们的话题也总是他和他朋友的故事，完全不管我是否感兴趣。我曾不止一次向他表达过，希望他和他的异性朋友保持距离，但他总是满不在乎。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你别这么小心眼儿，行不行？
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是跟男孩在一起玩，朋友也特别多，性格也是特别好。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看电影，他手机就来了电话，然后他就特别慌张就出去了。原来是他一个异性的朋友喝多了失恋了，让他去安慰，他把我就扔在那里，我就感觉很无语。他会把自己的朋友放在他的第一位，但是我不同啊，我会把我女朋友放在第一位，我不会去因为别的事情去耽误我的女朋友。第二段感情，我们相识于我人生的低谷，那时我沉浸在创业失败的阴影里，他就像黑夜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人生。他会逗我笑，说起段子来比我还厉害。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在想，等我攒够了钱，一定给他最盛大的婚礼。后来我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陪伴他的时间变少了，他会抱怨我和从前不一样了，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出现在他的身边。他开车就发生了一个很小的交通意外，他就非常的着急，非得让我回去。你说我当时我在外边，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回去，然后我在电话里教他怎么去做，然后当时他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做，我需要的你现在在我身边，让他又觉得我就不在乎他了，然后跟我提出了分手。分手后我很不甘心，为了让他回心转意，会在他家楼下制造偶遇，送他上班，会在中午顺便路过给他送午餐。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没有回头。我们每次的争吵吧都在扣分，当分扣没了，我们的爱情也就走到了尽头了吧。现在的我事有小成，也不会再忽略女生的感受，希望未来可以遇到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我们一起健身，一起说走就走。19号。那个你好，男嘉宾，就举个例子，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闺蜜约好我这周天出去玩儿，但是我那个前男友也想约我这周天出去玩儿。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的兄弟和女朋友都想跟你一块儿出去玩儿，你会怎么办呢？我会把你排在首位。你当时最后是怎么弄的？最后就是跟男朋友。要是你就是选择女朋友。对。哦，那没什么毛病。1号。男嘉宾你好，刚才我听到你 VCR 里面说，你会把女朋友放在第一位，可是你的第二段感情是你的女朋友，发生了一起很小的车祸，您当时在忙您的事业，所以你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赶到她的身旁，这一点跟您说的你会把女朋友放在第一位是很冲突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是我刚开始创业的初期，然后当我在做一个事情，它出现那个地方离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很远，我回去至少得需要3个小时。而在当时，我已经叫我的朋友去及时的处理这个问题了。我就算飞回去，也飞不过去。好的，谢谢。 3个小时距离大概应该是250到300公里距离。对的。14号。你好，男嘉宾。你好。我看您在第一段感情里面，你的女朋友就把异性朋友放得很重。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让他感同身受一下？就是你也把异性朋友看得很重，让他去感同身受一下，就完蛋了。我首先我感觉这样的做法太无聊了。首先我也不会去让他去难受，但是呢，我会和他去沟通啊，对不对？但他不听呀。你不听。他不听，不是我不听。不是我，就是我处的。他要是不听，我就继续沟通；他要是再不通的话，再不听的话，换人，换人。不换态度就换人。3号。你好，男嘉宾。你说你是开健身房的嘛？那健身房里面有很多单身，然后身材好的小姐姐，然后就比如说我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你要怎么样给你的另一半安全感？大可不必，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吗？我不太爱健身。那你要是没有事的话，你可以去陪着我，你可以不练，
坐那坐一会那我儿呗。坐那儿很无聊啊。换人，换人。18号，你好，男嘉宾，我看你那个最后一段感情里面说是就是跟最后一任是扣分，你是跟女朋友在一起会跟女朋友打分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好，男嘉宾，我看你那个最后一段感情里面说是就是跟最后一任是扣分，你是跟女朋友在一起会跟女朋友打分吗？是他消减，并不是我消减，因为我是一个在一起时间越长，感情就是越给的越厚重，越饱满，就跟酿酒一样。对对，我是那种2年可能还跟初恋一样，但是对方已经烦的不行了，哎呀，你能不能就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会保持新鲜感。我就听他那段话，当他反复提醒女朋友天冷要穿衣服，女朋友没有听的时候，你会说我刚才说，那就可能是你的问题，对你的对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想反过来讲，他好几次都没有听你的话，说明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然后你可以让他做自己，他被冻着了，下次他会记得穿衣服。你用你的标准来衡量他，你认为这样对他好，但是他不听以后，你会觉得这是他的问题。对，所以你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权威、很大男人的那种考虑方式啊，但是未见得那个对方的感受是好的。我更加的去在乎对方的感受，我也想以在我的对他好的，尽可能的给他最好的东西。是他认为最好的。对，你不要觉得是他的问题，你想想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也有可能。这说明什么呢？你对评价很多事情是以你为中心。你想想这些女孩，她们从14、15岁开始，天冷了加秋裤，她妈说她都不听。就想想看，你16、17岁的时候，你爸说不要打游戏了，不要玩游戏了，你会听吗？对啊，一样的。所以你认为重要的是，你先想一想，对他们来说重不重要？第二，你要评估一下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如何。如果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足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他觉得可以啊，我那个朋友等我要去安慰他，你没有那么重要。你说的话让我什么明天天气降温了也没有那么重要。先要把你自己壮大起来、强大起来，在那些女孩的心目中，你说话的分量感就会变大，她就不会拿你的话当耳旁。你要改变、提升自己的那个分量，好吧？再见。可惜不是你。谢谢老师，谢谢3位老师。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的是你牵过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